欢迎回到小老婆汽车资讯网，我是卡普大叔。KYMCO AK550从发表以来可以说是把台湾红牌的大型运动速克达推上了一个标杆那当然，类似 AK 的一个配置、动力跟它的外形，的确在当时掀起很多人对它的兴趣。也因为这样当时在很多车主他们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也对 AK 后来的销售造成了一些影响。那有鉴于此呢，光阳他们在收集了很多 AK 车主的意见，推出了 AK Premier 这辆车。那他们修正了很多原本 AK550的一些小问题跟小毛病。那么就在2年前呢，这辆车我们有很仔细的分析跟比较。2年后，光阳又再次推出了 AK Premier 575。那就字面上来看，这次到底算是第3代的 AK 改款吗？其实并不是那这一次呢，只是 AK Premier 的一个小小的升级，在官方的定义当中那外观配备基本上跟上一代的 AK Premier 差不了太多。那唯一最有感的就是动力排气量变大，动力升级了。那这样的做的原因呢，也是因为AK 最主要的市场都是在欧洲。那欧洲他们这几年开始推行了所谓的 Euro 5 Plus 的这一个环保法规，所以呢，很多车厂他们都必须重新调整来符合当地的环保法规，所以才有这一次 AK Premier 575的诞生。那么在去年的米兰车展上，我们看到这辆车，过了时间蛮快的，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也正式的在台湾开始贩售。到底这辆车升级之后骑起来怎么样？就跟着大叔来让各位聊一聊吧。好，我们现在看外观外观基本上这次跟 AK Premier 差不了多少除了配色的不同之外，那在一些小细节也做了一些调整。配备部分更是差不多 ，AKP 上面原有的电动风镜、加热手把、弯道 ABS、可以控制的 TCS， 还有动力模式，通通被保留下来。但有一些东西还是得改，譬如说 KYMCO 最自豪的 Noodle 车联网系统，在 AK Premier 575上它被取消了。还有呢，在按键总成右手边原本控制 Noodle 系统的按键下方多出一个 Lock 键，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蛮有趣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在椅垫的部分的皮材处理，然后跟后腰靠的部分他们也做了调整，基本上就是让你骑乘可以更为的舒适。配备部分差不多所以呢，官方也才会定调说，这一次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大改款，而是在 AK Premier 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小的升级。那么这是前300名有一个 Öhlins 的特仕版。那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就是它搭载了 Öhlins 的可调式后避震器，而且呢，为了搭配这个后避震器，他们光阳工程师呢，他们把这个轮框跟前叉的下座也特别施以这种古铜金的一个配色来彰显出 OK 这辆车是Öhlins特仕版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但说真的啦，我觉得其实光阳不需要这么做。我觉得光从车侧的贴纸你就可以看到说 OK 它是Öhlins特仕版。那涂装的部分呢，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想象，因为这个颜色见仁见智。虽然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它跟 Öhlins 的那个金色会有一点点差异，但瑕不掩瑜，你没办法改变，就是这辆车它搭载了 Öhlins 后避震器之后，它所带来的一个操控上面的一个全面提升。好，讲到这边，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奇说，那到底装了 Öhlins 避震器之后，真的有差很多吗？其实说真的，我们并没有觉得差很多。以大叔的体重来讲，我觉得更多的差异是它的后轮贴地性变得更好，但也因为这样，它把原本在 AK Premier 上面大家都觉得它调的比较舒适的前叉这个部分给放大了。当你在骑乘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 OK， 我的后轮很贴，但是我的前叉似乎有一点点跟不太上后避震的反应。那当然有很多的媒体他们之前已经试过车，他们也有反映这个状态，就是可能在进弯前重刹的第一下，那个前叉下沉的量有一点超乎他们的想象。那我觉得那并不是所谓的软脚，而是说
这个前叉下层，为什么跟后避震器有一点匹配不上来？那能够理解，因为前叉我们询问的工程师，他并没有针对这组前叉去做额外的调整，也就是说，它跟上一代的 AK Premier 其实是一样的设定。大家可能看到这边，或是看到其他媒体已经先做完的试乘之后，就会想说，那光阳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这样的设定？为什么不连前叉一并升级呢？其实光阳要升级 Owners 后避震的目的很简单，他希望车主可以透过这个可调的避震器，它在弹簧预载可调、阻尼可调的状态下，它可以去让你对应更多不同的行驶的状况。譬如我今天是双载的时候，那么我想要把我的预载调硬一点，否则我过弯可能会太软。那我今天单骑的时候呢，我又希望可以把它调着比较软一点。那 Owners 后避震器是因应这个部分而生的，它并不是真的说要去强调很大的运动性。所以如果说今天是比较 sporty 的设定的话，它连前叉也必须一并的调整并且升级。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未来要入手这个车款的车主们，他们需要去先理解的一个部分。好，那这是悬吊的部分。那么再来动力的部分，官方说这次的引擎依旧是一具水冷式行程并列双气缸8气门的一个引擎。那动力的部分呢，升级到了所谓的574cc，最大马力从51匹变成52匹提升了那么多排气量，结果最大马力才提升1匹，但最大的扭力则从原本的42牛顿米提升到46牛顿米哦。那除了扭力呢，官方说提升了8%之外，我觉得最有感的事情是，它把整个动力带都往前了，最大马力往前提早了大概差不多500转，最大扭力差不多提前了700多转。那这样的部分可以让动力更早的涌现，而且呢，在整个行驶的衔接上面你会发现它变得更加的柔顺。那提到柔顺，很多人会觉得说你 AKP 跟那个 AK550在起步就没有那么冲就很顺。那你现在改到了575，你还是一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它在引擎部分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呢，你在山道上面的加速更加的柔顺，但柔顺不是慢而是那种很平顺的快，让你觉得哇，这个动力似乎没有什么迟滞，也不会因为你收油转速掉下来了，好，你需要再等到转速上来到特定的转速域的时候，那个动力才会涌现。它给我的骑乘感受是它更好骑了，整个悬吊的配置这个都让我的后轮贴地性变得更好。大叔觉得这辆车进化到现在，光阳工程师已经把很多的问题毛病抓得差不多了。这一代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AK 产品。那当然，下一代的 AK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我们还不知道，但应该也会延续着 AK Premier 575的这个架构，然后可能再往下走。那会不会导入跟其他竞争对手一样 TFT 多彩，甚至是有一个车联网功能呢？就是 CarPlay， 这个都未知。我们今天也有特别问了光阳的工程师，他们说他们只笑笑对我说，敬请期待。但看起来短时间应该是不会有改款的动作。那回到 AK575上面呢，我觉得以现在的价格它的官方建议售价是12万8，那么目前呢，预购的优惠是40万8，对，价格可能比上一代再贵一点，但2年前的产品涨价，我也是觉得还蛮合理的，只是它还是有它的缺点在。那就像它一些小细节，我认为光阳可以做得更好，譬如说像加油盖的这种设计然后跟坐垫开关打开之后，它其实可以比较好拉上来。我觉得细节这个部分是目前光阳的车款他们最需要去做修正的部分。我们已经有看到他们在修正，但是似乎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最后呢，他们说在5月15号之前购车购入这个新的 AK Premier 575，并且领牌，完成领牌之后，你就可以参加抽奖。那这次的大奖是什么呢？他们会抽出2位车主，在6月底的时候到法国去参加
法国的 AK 车主大会师，而且呢还会去带你看其他的景点。那这个行程套餐好像是13万吧，搞得我都有点心动哎。而且这个费用哦，从机加酒，然后加租车，所有的行程，通通你都不用付钱，通通都是光大众车全包了。好，看到这边，各位，我觉得你不妨可以再去光华经销商啊，去试试看这辆车，或许会让你对以前 AK550的印象有一些改变。好了，以下是大叔为各位带来 AK Premier 575的一个试乘的报道。那当然，各位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是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帮我们的影片、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还有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我是卡姆大叔，我们下次见，拜拜。